坐的姿势问题。初学静坐，这个坐姿怎么摆，这个姿势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视频当中，把静坐的坐姿拆开来讲，看具体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坐姿问题在我们的练习阶段，真正能够影响到我们练习的这个比重又有多少？为什么我们是到了第6期啊，就是连续从零基础开始讲静坐呢，更新到了第6个视频，然后才开始讲的静坐姿势问题？为什么不是从一开始我就要去讲静坐的姿势？一元松脑静坐零基础教学在这个频道持续更新中，现在已经到了第6个视频。有真的实践过的朋友呢，可以在留言区吐个泡泡，分享一下你的体验。好了，我们接着讲静坐的姿势问题。这个打坐的坐姿啊，我不知道全世界到底有多少种坐姿。我们今天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呢，是松脑静坐练习适用，可以通过深度静、深度放松的训练，提升意识清晰度，达到升级的效果，身心获得转变的这种练习方法而适用的打坐坐姿。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姿势。大家可能有听说过七支坐法、家父坐、莲花坐、金刚坐，这些各种各样的打坐坐姿都会有一些听说，最基本的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要腿盘起来的，对吧？你不用知道这些名字，就是怎么称呼它，坐姿有什么名称，我觉得就是它不是我们需要很下功夫去学习的东西，就是知道我想要静坐练习，我现在就想训练静坐打坐，用这个姿势怎么获得最好的效果，这个是我的视角。这个姿势要怎么做才对？很多同学一上来就会，哎呀，我怎么做的正不正啊？我们这里首先要明白一点，我开始练习了，是吧？我肯定是想要通过练习获得一些效果的，获得这个深度静、深度放松，真正能够获得的这些效果，而去了解这个姿势要去怎么做。但是这里就存在2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东西摆正。一个呢是他者的视角，就是说镜子里面这个我的姿势是什么样子的，还有一个呢是我的视角，我感觉我这个姿势怎么样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视角先给它分清楚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坐姿呢，不是说镜子里面他者视角的这种坐姿，讲的是我的视角。我们从第1个视频就讲了，直接体验，直接感受，这个是我们核心中的核心，需要注意的。坐姿就是我坐着，对吧？我坐着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视角是直接向外看的，我没有另外一个眼睛说我来看一下我这个身体啊到底坐正了没有。那我的视角我能感受到的呢，就是说我知道我盘腿了，我现在舒不舒服，这些是我能知道的。我们在这个视频讲的是我的视角，我应该怎么做才对。这个对，它不是说我的身体坐正了，我的体态非常端正就是对了，而是说我现在的身心状态决定了我能用一个什么样的姿势，就是说我现在能做到的姿势，让我舒服的，它就是最适合我的姿势，没有说我要做成那样子，明白吧？我们在讲这些细节之前呢，还是先讲一下这个姿势的名头，就大概了解一下有一些什么东西吧。不然的话就太大白话了，就单盘、散盘、双盘，我们就这样记，很简单。但在这个之前，我们还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姿势有一些什么资料我们可以去参考的。首先就是这个南怀瑾先生教打坐姿势，我们可以去看。说到静坐姿势，就是绕不过去七支坐。七支坐它不是一个坐姿啊，它是一个打坐姿势的规范系统。这7支呢，就是7个点。我们说我们的身体要坐正，然后呢，腿、手、头，接着我们的舌头、呼吸、眼睛要怎么放？经文里面收衣钵，洗足以，夫坐而坐，这里面家夫而坐，它其实呢指的就是莲花坐，这种它属于一种具体的坐姿，双盘。
然后两个腿都压在腿上，不，两个脚都压在腿上。家父坐它其实是从属于七支坐了，一个是具体的打坐姿势，一个呢是打坐的规范。那我们今天就讲简单的散盘、单盘、双盘。为什么是盘坐的姿势而不是别的姿势啊？就是说不要说什么我躺下更适合放松，我垂腿静坐可不可以？不要搞那些东西，它达不到静坐的应该有的效果。为什么是盘腿静坐？因为只有盘腿静坐，它是可以让身体非常稳固的同时留有一丝的清醒存在的。你说垂腿静坐的话，它就稳定性不够；躺着静坐容易放得太松了，这样就会有个问题，就是意识容易涣散，直接散开，人就掉线了，就直接睡过去了，就更加不会说有什么提升的效果。睡觉就是啊，我们睡了那么多年的觉，也还是该是什么意识清晰度就是什么意识清晰度，没有任何提升的效果。所以我们现在回到正题，我们讲的是盘腿静坐能够让我们在放松的同时呢，又保持极度放松的同时啊，又还留有一丝清醒的这个坐姿，就是最适合我们练习的这个姿势了。那么根据每个人身体条件的不同呢，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姿势。有的人这个腿拿不上来的，我们就散盘，散盘也是可以的。散盘和单盘呢，需要在尾骨后面垫垫子。有一期视频我有提到过这个坐垫的选择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看过的朋友就过了。那散盘就是两个脚都在地上，单盘就是其中有一个脚在腿上，双盘就不用说了，就是两个脚都在腿上。但是我们说练习的话，没有说一定要什么双盘才厉害，散盘就不行。不是这样子的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一开始说了，我现在能做到的这个姿势，就是对我而言最正确的姿势，不是说那个镜子里面这个姿势要多正才会多好，听起来很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能散盘就散盘，能单盘就单盘，能双盘就双盘，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稳定性的区别，但是在初期呢，不太显现得出来。就是说，我们选择最适合我们现在身体状态的就行了。这个判断的基准不是基于什么姿势对，而是说我用这个姿势持续的做的时候，静坐时，初期嘛，5分钟、10分钟、1刻钟就很好。只要这个时间范围内我坐着能够放松又稳固不倒，那么这个姿势就是最适合我的姿势。我们先讲讲环境，能有安静的环境，那肯定是选择安静的环境。能有那个灯光是可以调节的呢，那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光线调得很亮。我们的不要说什么在太阳底下静坐啊，这些的啊，就是灯光昏暗一点。然后呢，安静一点。我们所有的环境都是服务于让我没有任何担忧、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那个环境来让我静坐的。那么所有这些细节的调整，这个环境的选择都是服务于这一点的。光线昏暗、比较安静，相对于这种包裹的环境，人就天然的会感觉到一种所谓的这种安全感嘛，就是能够更放心的去练习。就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坐下来了，这个时候戴眼镜的朋友就把眼镜给摘掉，戴什么发卡呀、扎了头发的朋友呢，把这个头发发带给它松了。就是这些细节我们也需要注意，就是松掉我们身上让我们感觉到挤压感、感觉到紧绷这种难受的东西，或者你裤子很紧啊，就你给它把那个扣子给它松开，让那个肚子就让它放出来就好了，或者说直接就穿宽松的衣服，这些都是一些细节问题啊，这就是姿势的很重要的点。就是我们练习了之后，可能一开始我们甚至那个灵敏度都感受不到，我穿牛仔裤静坐让我难受，就是这种难受可能都感受不到，但是放松了之后呢，你才会知道我手上面戴个手镯都会让我感觉到好沉啊，就是它会让我感觉到不舒服。就像那个豌豆公主啊，20层棉被底下那颗豌豆
你都能够体验得到。你给它拿出来，给它放旁边，打坐的时候就轻轻松松的做，把所有这些身上的让我感觉到很繁重的东西，还有时候我们衣服穿得很重了嘛，它就会压这个肩颈，脖子也很累，那就给它调整一下这些，换一些轻松一点的衣服。接着我们就坐正了，这些哗啦啦的708碎的这些东西自己给它该摘的摘掉之后呢，我们就坐下来盘腿了。那这个大前提啊，注意大前提是肌肉放松，不是说这个视频在教姿势，我就要跟着他的姿势，永远都是回到你自己的视角。有的同学他就会感觉到说，我确实放松了之后，我就是觉得这样弯腰驼背舒服，那就弯腰驼背，不要说要坐正，不要害怕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啊，我们要始终用一个动态的眼光去看它，就是我人是活的。在你感觉到弯腰驼背弯久了之后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立起来就好啦。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一层不变的，尤其是静坐，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，相反它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，所有的条条框框都是给自己添加、自己限制的。把这个圆心画好、确定好了之后，然后再来摆正这些细节。因为这个姿势就是不是说我今天这么一做，明天我还这样，我明天感觉那样舒服了，那我就按照那么去调。因为最后当我们身体完全放松了之后，就是坐正的，它是一个结果。坐正不是我们训练的手段，它是一个结果。接着我们还是继续从头到尾的讲一下。首先头要正，这个头正的感觉就是说，就是好像有一个气球从我们的后脑勺的这个头顶给它提起来，然后轻轻的下巴稍微有一点收含着，这样子就行了。就是头啊就轻轻的放在我们的脖子上。那比如说头你感受不到，有肩颈比较严重的肩颈问题的朋友，就感觉这里总是很卡顿，不知道这个头到底怎么摆才紧的话，可以通过一些小动作来辅助我们寻找到这种放松的感觉。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动作啊，就是缩头乌龟，就是你给它紧紧的这样绷着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做几下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知道，然后这个地方基本上你能通过这种对比就可以找到比较放松的感觉。那这个就是头和头颈的部分。那我们的面部啊，这是五官还是蛮多东西要注意的。首先我们呼吸是不管的，就是这个鼻子进出气啊，你不要说我的这个气要到哪里，首先呼吸是彻底不管的，我们说了。接着眼睛，这个眼睛我们所有的这些五官的状态，它是因为完全放松了之后自然形成的这个状态，不是说静坐要闭眼。那要闭眼，那这也是闭眼啊，是因为我们完全放松了，这个眼周的肌肉它没有力气了，就耷拉下来了。那还有嘴要微张，这个微张是什么情况？你只要坐着打瞌睡，那个嘴到最后可能就是在流口水，要张开流口水的那种状态，这个它就是放松了，就下颌骨这里它就自然的就会分开一点点。所以就不要把它想的说这个要教的什么舌底上颚、嘴微张，不是啊，你先放松。你可能刚坐下来的时候嘴都是紧的，但是你一放松呢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它就自然的，就是嘴就像面瘫一样了，它就是自然微张的，不是去模拟那个动作。头正，眼皮自然耷拉，你就想闭着就闭着，想半睁不用半睁啊。你看东西的话，就是我们尽量，我们前面说了，这些去掉这种708碎的这种干扰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，都是为了减少我们信息的摄入。我们的信息干扰已经太多了，那眼睛睁开又在接收这些信息，没有必要，就完全你直接给它合上，就给它合上就好了，眼睛也给它盖上。接着到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脊柱的部分。脊柱怎么摆呀？我们的脊柱它在腰椎这里是有一个自然曲度的，所以说
单盘、散盘需要垫垫子将尾骨托高，双盘呢不用垫垫子，因为两个脚全部搬上来的时候，它可以把我们很稳的扣住，就是前面和我们的身体坐久了之后不至于后倒，这个是双盘的一点优势，就是不用垫垫子也能长时间的坐得很稳。大部分同学都是散盘单盘，我们将尾骨托高之后，这个地方就是你垫起来了吗？屁股上面的两个骨头刚好挂上去就行了。你这样呢就会有一个滚轴往前面去一点，然后腰呢就是微微的往前挺，这样坐久了之后它就不至于后仰。你不然的话，弓腰你人坐着坐着，然后前面扣不住，因为它不像双盘，两个脚把腿压着，人不会倒的。如果身边有小朋友的话，就是刚会坐的那个小朋友小婴儿，我们去观察一下他的腰背，他就是坐正了之后腰背是自然直立的，不会说这样子。其实你说小婴儿他有什么力气，他也没有说不良的肌肉习惯的这些代偿，相反它就是一个最自然的姿势，就是说人完全放松了之后，只要坐着那背挺直是一个最放松、最不用力、最稳定的状态，因为坐正了人就是舒服的、稳定的。相反，这样子弯腰驼背，它会让人不稳定、东倒西歪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手部姿势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打坐的时候喜欢这样子，要么就是这样子。那这样子有用力吗？手指头这个肌肉自己感觉呢？这肯定用了力的嘛，不要用力就好了，你就这样搭在腿上。要么呢就是自然结印，自然结印是说也不是让你这样子就是你的手放着就好了，怎么做都行，但是就千万不要给它凹一个姿势出来。坐姿其实这么拆分一点点讲，细节要怎么注意应该怎么做对呢？其实是很零碎、很不成系统的，而且会让人觉得就是会流于这种表面的做到，而忽视自己整体的舒适度。所以也就是我们一直不讲坐姿的原因，因为坐姿它根本就是在初期你能盘着就行了，我们就这个要求。以上这些点呢，不是说我要做到这样子，而是说大概了解一下以后是这样子的。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这个姿势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点是不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去感受我自己做的舒不舒服，我放松了没有，我这个尾骨是不是垫了垫子，我是不是能够又放松又稳定的又稳固的让我自己盘坐，这些是姿势的核心，这些是真正能够影响到我们训练效果的部分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，感谢订阅，再见。这个是我新做的一个10秒钟的小片头，希望有一个引子的作用。打开这个视频，这种松绑的感觉，就是那个眼睛不要都掉在视频里面去了，差不多看一看得了，大家的肌肉能够去模拟这种放松的感觉就行了。其实看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这样子的，是身心对照，这个就是身心对照。你比如说看到这种放松，好像我提醒我自己肌肉松下来，就是这么一个微小的非常具体的变化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，有没有感觉到放松？